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：明明在认真工作，脑子里却突然闪回5年前说错话的场景，或者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时，不受控制的反复播放白天被领导训斥的画面。这不是你疯了，而是你的大脑正在经历心理内耗，就像有台失控的放映机，不断重复播放那些让你脸红的人生 NG 画面，或是循环预警各种还没有发生的灾难剧情。这种状态在心理学上称作思维反刍。我们的大脑进化出了危险预警系统，但现在人却经常因为这个保护机制反噬。当那些让你害怕、焦虑、恐惧的记忆碎片突然涌入时，其实是你的潜意识在试图警告：快处理这些危险的信号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些危险信号很多是已经消散的过去，或是尚未发生的幻想。你就是陷入越想停止却又停不下来的怪圈。这就是内耗的最典型特征，像是清醒的看着自己溺水。这和普通的难过不一样，真正的悲伤会随着时间消退，而内耗是持续消耗心理能量的沼泽。你越是用力挣扎，那些羞耻片段反而吸附的越紧。就让我们来解剖这种心理沼泽的形成机制，来看看是为什么。仔细想想就会发现，这些反复攻击你的画面，其实都有个共同点，他们都在刺伤你对自己的评价。可能是3年前搞砸了演讲，让你怀疑我果然不适合当众说话，或者是幻想中破产的场景在嘲笑你说你根本不够努力。当我们说内耗循环时，本质上是你脑中两股力量在拔河，一边是真实发生的记忆或想象，而另一边是你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。这样的拉扯就变成你大脑中的内耗。更麻烦的是对未来的灾难化想象，大脑会把可能变成肯定，把小概率事件渲染成即将发生的恐怖灾难大片。临床研究发现，当人们感受到了自我形象，例如我现在怎么样，与理想自我，例如我将要成为怎么样，差距过大时，前额叶皮层将会持续发出纠错信号。你或许可以简单做个观察实验，记录那些不断闪回的画面是否在质疑同一种能力，统计它们出现的频率是否与当天出现的压力成正比。分析这些内耗会发现，核心问题往往是一个无法被消化的认知事实，就像吃了无法代谢的食物，大脑会不断产生排斥反应。比如那个你纠结了3年的分手场景，之所以会反复出现，不是因为你还爱着对方，而是这个事件携带了2个无法兼容的信息：我曾被深爱的人抛弃，与我是值得被爱的。这就像是用同一个账号登录2个设备看视频，系统会不断弹出登录冲突的提示，强迫你处理这个矛盾。这些矛盾主要来源于2个方向：对过去的反刍，要是当时就好了的无限循环，或是对未来预知的焦虑，万一怎么办的重复计算。它们像是2个短路的电源，不断榨干你的心理能量。更残酷的是，我们往往用双重标准来看待自己。朋友的迟到原因是堵车，而自己的迟到原因却是不负责任。同事的方案被否定是领导苛刻，而自己方案被否定却是能力不足。心理学的自我验证理论指出，人们会无意识地强化自我认知，越是认为自己会搞砸，就越容易注意失败的证据，越否认脆弱面，就越难以累积成功的经验。这就形成了内耗的恶性循环，每次重复都在加深认知偏差。其实大脑就是个过度负责的助理，非要给每段经历都贴上一个合理的标签。当遇上贴不上标签的往事，他就会不断提醒你说：老板，这个该怎么归档呀？而真正消耗我们的是每次都忍不住的自动回忆，就像是手机同时运行聊天工具、游戏、直播3个 app， 手机就卡到不行。当你为5年前的失误而辗转反侧时，是过去的记忆在拉扯现在的你；当你为了10年后的幻想而恐慌时，是未来的预判在劫持现在的你。这种现象就好像心理学的时间错位症一样，让5年前的你和5年后的你联手围攻现在的你。这其实是人类独有的心理时间能力。考古发现，当原始人开始为了昨天的猎物腐烂而焦虑时，为了明天的采集计划而担忧时，文明才真正的诞生。你或许可以从每天5分钟的旁观训练开始。当争吵在你脑中同时响起，想象一下自己坐在剧院的2楼，看着舞台上过去的你和未来的你在激烈辩论。不需要站队，只需要关注哪方的论据更符合当下的现实。其实每一次的内耗都是心灵在举哑铃，就像健身后的肌肉酸痛不是惩罚，而是生长的信号。那些深夜助长你的念头，悄悄证明了你正在试图突破认知的极限。我们不需要掐灭这些声音，就像你不会因为手机后台有程序运行就砸碎它。真正要做的
是把自我批评频道调成自我观察频道，允许所有版本的自己在大脑中发言，大脑牢握住现在的自己。所有的成长都是从允许自己的不完美开始。请你在评论区里输入最困扰的内耗，可能是失业焦虑，也可能是容貌内耗。如果主播有能力帮到你，会制作一些相关的视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分享实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